一个国家的总理居然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甚至连盐都不碰。更夸张的是，他结过婚，却从不与妻子同住，连老母亲都不赡养，探望次数也屈指可数。没错，这就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可就是这么一个清苦到极致的人，硬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种姓、权贵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一路从火车站小贩干到3连总理，统治印度10多年，支持率还高得离谱。莫迪这样的生活习惯究竟是自律还是有问题？在印度，很多人称莫迪为印度教之子，也有媒体称他是全球最极端自律的国家领导人。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堪称一种人间清零，断食欲、断色欲、断亲情、断财欲、断娱乐，真正做到了6根清净。莫迪是如何做到这些的？这就要说一说他的人生经历。莫迪出生于1950年，家在印度西部一个叫瓦德纳加尔的小镇，父亲是茶摊小贩，一家8口，日子紧巴的。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火车站卖红茶，靠微薄的利润补贴家用。别人家的孩子疯玩打闹时，他却更愿意窝在图书馆，一口气把镇上的书全翻完。在加入国民志愿服务团后，他的清苦人生就悄悄开始了。饮食上，他滴酒不沾，不吃肉，甚至连洋葱和蒜这种调味料都避而远之。他不讲究口味，不追求饱腹感。有人说他甚至连盐都不吃，因为那种味道让人上瘾。他曾公开说，吃饭对他来说只是完成身体最低限度的需求，他从来没有沉迷过美食。不仅如此，莫迪还以不近女色而闻名。他在18岁时被安排与一位名叫贾苏达本的女孩成婚，但在2人正式同居仅1个月后，他就果断离家出走，并终身未再同她生活。这段婚姻名存实亡，直到莫迪当选总理后，媒体才发现他早有婚姻关系，而他本人在外人面前基本不会提起妻子。然而莫迪的断情绝爱展现的不止爱情，还有亲情。莫迪当上总理后，他99岁的母亲仍住在乡下，靠每月1.4万卢比退休金维持生活，兄弟姐妹也生活清贫。莫迪从未对母亲提供任何赡养费用。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从不把国家的资源花在家庭身上。不仅如此，在2017年，莫迪终于回了一趟老家看母亲，这次不仅没给母亲任何赡养费或者孝敬钱，甚至还接过了母亲给的祝福钱。这样的行为或许在中国就是不孝顺的，但在印度没什么，毕竟印度奇葩的事情实在太多。莫迪的自律除了生活外还有工作，他每天工作16到18小时，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生活如同机器般高效。据说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句话，你们工作12小时，我就工作13小时。哪怕到了70岁，他也依然保持着凌晨起床瑜伽加1日1餐加零休息的节奏。这样近乎变态的自律风格也被他带到了政治上。就拿在印度盛行的贪污腐败来说，莫迪就像圣人一样。根据他本人在23年公开的全部个人资产共1411万卢比，折合人民币137万元左右，其中包括少量国债、现金和4枚总重45克的金戒指。连收到的外宾礼物他也常常转手捐赠拍卖，款项用于慈善。在腐败丛生的印度政坛，这种作风给了他极大的威望。有人调侃说，在印度官场，贪污的是人，不贪的是神。而莫迪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往神的方向靠拢。可以说，莫迪的自律贯穿了他70多年的人生。莫迪为何会变成这样呢？莫迪变得自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要打破自己身上的阶级壁垒。在印度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种姓制度的严格等级社会里，出身低几乎意味着你这辈子都要低着头。而莫迪一开始就是最底层的出身，他出生在一个靠卖茶为生的吠舍种姓家庭，按传统等级排序，这一类人是服务阶层，几乎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虽然印度早在1947年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但在真实的社会运转中，出身仍然决定着一个人能走多远。所以莫迪从小就明白一件事，出身改变不了，但形象可以打造。他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没有名校光环和人脉资源，想要在体制内脱颖而出，他必须在精神上高过所有人，靠的不是钱权，而是道德形象和精神为王。在印度文化中，苦行是一种接近神明的方式，越是能控制身体欲望，忍受生活之苦的人，越被视为灵性层级更高的人。甘地之所以成为印度精神象征，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自律。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的印度，如此自律的人几乎很少有。而莫迪也有样学样，他深知清贫自律是印度人最愿意相信的领袖形象。于是他选择了苦行。8岁那年，他加入了国民志愿服务团，接受了禁欲的教义，并下定决心要一生去贯彻。最终他花了数十年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欲无求的苦行僧。他的生活方式跟他的政治路径是一体的，他知道只靠喊口号没用，得让人信，所以他在竞选总理时从不提婚姻。直到2014年选举时，他才公开承认已婚，大家才知道他还有个妻子。果然，这样的做法得到了印度人的信任，大部分印度人相信如此自律的一个人绝对会实现他给出的每一个承诺。
尤其在国大党那些官僚形象越来越差，精英政客频繁爆出贪腐丑闻之后，莫迪的自律就显得格外突出。而成功当上总理的莫迪也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2014年上任之初，他就要求所有官员公示个人资产，并率先以身作则。2016年，他又发起废钞运动，宣布废除面额500和1000卢比的纸币，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把旧钞换成新钞，以及命中腐败官员偷逃税款的中枢神经。这种强硬打击贪污腐败的行为让他威望更盛。那么莫迪就真没有一丁点的欲望吗？实际上他也并非真的自律，而是把所有欲望都集中到了权力这一个目标上。自加入国民志愿服务团后，莫迪不停地追逐权力，直到登上总理宝座。但这还不行，他要实现印度的伟大复兴，实现开国总理尼赫鲁的梦想，让印度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所以他又把自律带到了国际上。从2014年上台以来，印度的 GDP 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3.7 万亿美元，跃升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正有望超过日本成为第4。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度在5年内跃升79位，成为全球资本关注的新希望。在外交上，莫迪把自己塑造成不会选边站的多边玩家，美国、俄罗斯、中国、伊朗他都能周旋。他提出邻国优先政策，与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修复关系，也推动印度制造计划，吸引苹果、富士康、特斯拉等跨国公司在印度设厂，使制造业占 GDP 比重回升至 18%。印度不再只是世界办公室，而正试图成为世界工厂。莫迪统治了印度11年，也终于将印度建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这让印度人觉得莫迪就是这个时代印度的神。在印度一些农村地区，人们会在家中供奉他的照片，有人每天上香祈福，有些年轻人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甘地。2025年7月，一项全球调查显示，莫迪是最受欢迎的民主国家领导人之一，支持率高达 75%。而在今年8月，印度今日民调中仍有 58% 的人说他的表现好，近 35% 认为非常好，这足以说明民众认可他的自律。禁欲56年，远离美食和美酒，在很多做不到的人看来，这不是自律，这是身体有病。但在莫迪看来，这就是一种极致的自律。脱胎于印度教的苦行教义，莫迪将自律完美融入生活，然后完全奔着一个目标不断前行。印度在他执政下确实进步很多，距离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也仅只有一步之遥。这也是印度人民选择他的原因。不让我加入五常，我就退出联合国，组建新联合国。隔壁印度又撂下豪言壮语了，对此5星上将麦克阿瑟要发言了。如果真有那个实力，加不加入五常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实力，就是给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有什么用？还是那句话，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实力足够强大，规则就变成了一纸空文，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反之没有实力，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才是正途。显然印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放出这种狠话只会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印度想削尖了脑袋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为了加入五常又有多疯狂？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就已经想加入五常了，声称无论能否入常，态度还是要有的。印度的勃勃野心可见一斑，就是想要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南亚大国，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然而，印度心比天高，身比纸薄，没有公主命却得了公主病，因为印度自身的条件实在说不上好。首先，印度国内土邦林立，宗教复杂，其种姓制度至今为人所诟病。其次，印度民众识字率令人堪忧。在疫情期间，当其他国家都在采用科学的方式管控病毒扩散，大力发展疫苗时，印度却指望恒河水、印度神油、祭祀等迷信的方式驱散病毒。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荒谬至极，然而在印度眼里却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印度的荒诞还体现在对莫迪的神话。当一个国家需要造神来维持统治、笼络民心、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这种造神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早晚自食恶果。在某种程度上，入常只是印度给国内画的大饼，还有诸如上天、研究核武器等，通过树立宏大的目标来增强民族自信心，维护内部团结，制衡国内的各种势力。另外，一旦入常成功，印度就有了一票否决权，可以在安理会中左右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解决，进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走向，比如中东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最重要的是，印度可以名正言顺地降巴基斯坦一头，周边小国出于利益也会讨好印度。入场诱惑力如此之大，印度是朝思暮想的想加入进去。那么，印度真的具备入场资格吗？
能入五常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中欧美俄英法是联合国5大创始国成员，也是在二战里为胜利贡献最大的几个国家。中国和苏联均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为了抗衡法西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美国自不必说，也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英国则是上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德国闪击波兰时，英国就第一时间对德宣战。而法国虽说二战后落魄了，但人家有美国这个大哥，硬生生的被抬上了理事会的席位。再来看看印度当时在干什么。整个二战时期，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存在感非常低，整日受英国人的气。唯一的高光时刻竟然是临时组建的傀儡政府何伟军。印度自己都看不下去，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殖民者的控制。当时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推翻殖民统治，此乃驱虎吞狼之计，但结果并不理想。先是去找了德国的那个美术洛榜生，结果吃了个闭门羹，随后又转而投向了日本。得知鲍斯的宏达梦想之后，日本不仅帮助其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由鲍斯担任总理，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鲍斯一度认为日本能够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因此组建伪军助纣为虐。也不知印度怎么想的，后来一度对鲍斯这个甘当小日子马前卒的政客推崇备至，直到现在，鲍斯的画像竟然和甘地、尼赫鲁一同悬挂在印度国会里。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对其做出高度评价，每个印度人都为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试问，这样的印度真的有加入五常的底气吗？但印度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其想入常的野心可以说是疯狂至极，甚至想另立门户。为了入常，印度积极展开了行动外交，在软磨硬泡下，美俄英法4国不耐烦了，一度口头上承诺好，同意了。印度信了，似乎只剩中国还没表态。印度自知过不了中国这一关，于是便将怨气集中在中国，污蔑中国有意阻止印度的进步，真是荒谬。这还没完，印度为了得到美俄英法4国的口头承诺，还动用了超能力。奥巴马只是个人口头承诺支持印度入常，连印度网友都戏谑说不信，印度政府就已经赶忙献上了100亿美元大单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殊不知奥巴马说的只是客套话，对此中国不屑于挣这点不义之财。退一步讲，如果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2/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5大常任理事国同意。哪怕第一个条件达成了，美国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依照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印度是怎么觉得美国会允许多出一个国家分享自己的权利的？除了贿赂美俄英法4个大佬，印度还积极拉拢盟友对抗联合国。2004年，日本、德国、印度、巴西4国集团联合起来，提出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意思是联合国都成立快80年了，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比如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数量，甚至还撺掇其他国家支持这建议，试图动摇五常的权益。结果自然是吃了个闭门羹。迄今为止，4个国家依旧在轮番申请加入联合国，但都没收获什么好果子。首先是日本，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者，异想天开的想入常压根没戏。德国也是这个理儿。再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印度则遭到宿敌巴勒斯坦的强烈抗争。4国联盟入常受阻，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扩充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但目前来看，这个算盘也落空了。时间来到2015年，莫迪老先上台1年后，入常之梦死灰复燃。这年9月，莫迪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 G4 峰会，旨在拉拢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的南方国家，以及曾经支援过的非洲国家，希望能扩大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此外，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L69 集团，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议程，2016年，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管中窥豹，这些国家都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好为自己谋福利。可现实很骨感，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五常共同打下来的，自然要享受胜利的果实，怎么可能被一些充数的小国家一票否决掉？但印度依旧不死心，为了入常可谓是殚精竭虑，一方面结盟，一方面大力人设，不遗余力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形象，自诩南亚霸主、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打脸的是，这些人设一经立出，立马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莫迪老先2次连任，单方面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致使巴以关系加剧。净安全提供者的人设不攻自破，莫迪老先这是自己扇自己的脸。
除此之外，原则上只有5常国家可以合法持有核武器，这叫维护世界和平。然而，印度为了向联合国展现自己的实力，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顾劝阻，大力研发核武器，这难道就是所谓南亚霸主的风姿吗？打不过就诋毁，也是印度惯用的伎俩。早在1962年，印度就曾挑衅中国主动开战，结果却惨败而归。现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印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其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的构想难以实现。就诋毁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制裁中国。印度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将中国从联合国除名，自己上位吧？别痴心妄想了。先不说日本、德国对常任理事国席位蓄谋已久，印度得往后排队，恐怕到时候5常轮流背锅投反对票。联合国席位是打下来的，是多方博弈出来的，而不是靠几个国家抗议出来的，更不是围着桌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增添常任理事国席位数量。印度想入常基本是不可能了，除非自己搭舞台成立一个新联合国。但是在那时，印度恐怕只能自己登台独唱小丑戏了。